男孩刚收到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他却在父亲的眼皮子底下，试图将信封偷偷藏起来。男孩说完便故作镇定地离开了。如此反常的举动让父亲意识到不对劲，随即追出来问道 Did you get in? Yes, sir. 父亲为儿子感到骄傲，可下一秒，男孩却说自己不会去上大学。父亲满脸诧异，要知道，全家人勤劳一生的盼头，就是让孩子走出这片冰天雪地。但在男孩看来，捉襟见肘的家庭状况挡住了诗和远方的道路。脚下这座冰雪小镇，或许才是自己唯一的归宿。父亲说道 That's where your dreams are. Now you never forget that. Never.The money, Dad. What about the money? Don't worry about the money. Look, when you need it, it'll be there. That's a promise. 为了给儿子凑学费，父亲打算参加狗拉雪橇比赛。如果赢得冠军，就能拿到1万美元的巨额奖金。然而，这却遭到了家人们的反对，因为800公里的魔鬼赛程中，全程都是零下30度的低温，还有各种难以预测的恶劣环境，每年都会有人死在半路上。以父亲40多岁的身体，恐怕难以支撑自己在比赛中活下来。权衡再三，父亲搁置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只好凭借自己木匠的手艺，每天带着儿子在雪地里伐木，努力多做点家具，多攒点钱。可没想到，一场始料未及的变故将会改变威尔的一生。这天，父子俩满心欢喜的前行，但命运却悄悄布下了陷阱。父亲不慎跌入刺骨的冰河，他努力的想要爬起来，却被卡在厚重的雪橇上，无法动弹。威尔发现父亲身陷绝境，赶紧跑过来拉住绳子。然而，即使他和狗狗们拼尽全力，也难以阻止雪橇继续下沉。Dad, hold on! Get back! You're coming in! No! Don't cut it, Dad! No! Dad! 绝望的哭喊声划破长空，悲伤的威尔被狗狗们拖回了家，而父亲却沉眠在了冰河之下。面对大自然的磅礴伟力，生命就如同风中残烛般脆弱，无人能够预知下一秒到底是洒满阳光的明天，还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总以为离别是在长亭外古道边，现实却是在不经意的瞬间，突然与父亲阴阳两隔。威尔心里充满了自责。夜深人静时，他独自来到犬舍，向狗狗们倾诉自己的悲痛，但领头犬格斯却对威尔狂吠不止，似乎是在斥责威尔害死了父亲。威尔的情绪也彻底爆发，怒斥格斯没能将父亲拉起来。就这样，一人一狗相互指责，或许这样彼此才能好受一些。直到叔叔闻声而至，双方才逐渐冷静下来。虽然和格斯大吵了一架，但当得知母亲打算卖掉格斯时，威尔却第一时间站出来阻拦，因为格斯是父亲最爱的雪橇犬，他们曾一起赢过狗拉雪橇比赛。但母亲只知道凑钱给威尔上大学比什么都重要。Well, maybe it's not so important anymore. Maybe it never should have been important.Maybe I wasn't meant to go. 那该死的梦想夺走了父亲的生命，如今还不肯放过父亲心爱的格斯。如果这就是代价，那他宁愿不去上这个大学。之后的几天里，威尔每晚夜不能寐，迷失了未来的方向。直到这天清晨的一缕阳光照在了那张比赛宣传单上，也拨开了威尔心中的迷雾。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打算去参加狗拉雪橇比赛。然而，当他将这个想法告诉母亲时，却遭到了母亲强烈的反对，只因母亲已经失去了丈夫，不想再失去这唯一的儿子。无奈之下，威尔跑去寻求叔叔的支持。他说自从父亲去世后，自己的梦想也随之破碎，对生活也不再抱有希望。但这份比赛宣传单让他觉得生命重新回到了体内。这番发自肺腑的话语虽然令叔叔有所触动，但叔叔却有一个顾虑，因为距离比赛开始仅剩1个月，威尔根本来不及做好比赛准备。不过威尔决心已定，他再次跑去恳求母亲 Mom, he was gonna do this for me.Now let me do it for him. 威尔那万分渴望的眼神令母亲不禁为之动容。当天晚上，母亲便找叔叔求证一件事。Just tell me one thing. Is it possible? 就这样，叔叔将睡梦中的威尔一把拽起，丢到了凛冽的寒风中，冷得威尔直呼受不了。但是要想去参加比赛，抗冻是最基本的要求。除此之外，还必须拥有强壮的体格、充足的耐力以及出色的平衡能力。但这些威尔都很不足，只有每天少睡一点，多跑一点，才能缩小与对手的差距。1个月的魔鬼训练后，威尔即将登上离乡的火车。临行前，母亲含泪叮嘱威尔不要为了那1万美元拼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重要。叔叔则告诉威尔，当你直面恐惧时，让信念来指引你。说完，叔叔递给威尔一个口哨，他能够吹出父亲常吹的调子。如果格斯不听指挥，这个调子或许能派上用场。随着火车的一声轰鸣，威尔带着7条雪橇犬踏上了这场未知的旅途。3天3夜过后，他们从美国南达科他州抵达了加拿大的温尼伯。富丽堂皇的会场上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他们背后都有财阀的支持，并且个个身经百战，身形魁梧。威尔和他们比起来，
就如同一只羽翼未丰的雏鸟，置身于一群久经风雨的苍鹰之间。当主持人介绍完参赛选手时，威尔却没有听见自己的名字。原来他之前邮寄的$50报名费，在报名时间截止后才送到，现在若想参赛，必须补交$10逾期费。可威尔身上只有$2。就在保安撵他出去时，这位名叫金斯利的记者大手一挥，说他愿意赞助威尔$10。这看似慷慨的善举，背后却藏着金斯利的私心。作为一名资深的报社记者，他一眼就能看出，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与一群经验老道的壮汉同场竞技，是多么有意思的新闻素材。虽然威尔有了参赛资格，但主办方却不想让他顺利完赛，只因担心毫無经验的威尔死在半路上，给这项赛事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打算在第一天比赛结束后，随便找个借口让威尔退赛。 If he lasts that long, I bet $500 he does. Oh, $1,000 says he won't make heartbreak hell. No. Yes. You're on. 第二天一早，比赛正式拉开帷幕。20名选手外加140条狗，从加拿大温尼伯出发，一路向南行进。赛程长达840公里，谁先到达美国圣保罗，谁就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威尔因抽签运气不佳，所以最后才轮到他出发。为了追上前面的对手，威尔一开始就竭尽全力，为给狗狗减轻负重，他甚至跳下雪橇亲自奔跑。这种别出心裁的比赛方式，助他不断提升着自己的排名，也引来了对手们异样的目光。有人向他大喊道Yes, you'll be burying them dogs in Canadian proud. 威尔可管不了这么多，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字，那就是赢。当观赛的火车追上选手们时，财阀三巨头迫切地前往窗边查看，发现威尔竟然冲到了第一名，财阀们脸上顿时写满愁容。反观另一节车厢的金斯利正喜上眉梢。You might get that desk after all. 没过多久，威尔就率先到达了新穗山。这里海拔很高，山坡陡峭且绵长，是本次比赛的首个难关。由于缺乏经验，威尔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硬生生走出了一条路径。当他气喘吁吁地来到半山腰时，回头发现对手们已经追了上来。You cut the good trail, boy! He's a trailblazer. 威尔没想到自己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却给别人做了嫁衣。看着对手超越自己，威尔不得不重整旗鼓。进入下坡路段后，上坡时的艰难如释重负，取而代之的是风驰电掣般的速度。然而，这种高速赛道上往往危机四伏，一名选手稍不注意，就直接冲出了悬崖。生死攸关之际，他及时抛出了铁钩，恰好勾住了一棵树，这才侥幸保住了性命。另一边，这位名叫伯格的瑞典选手心狠手辣，为了不被一旁的美国选手超越，他竟一脚将对方踢翻在地。美国选手无奈从高处快速滚落，最终脊椎撞到了树上，直接丧失了继续参赛的能力。而在后面全速奔跑的格斯，由于没有听从威尔的指挥，导致他们撞上了刚刚翻倒的雪橇。 Hey, Gus, whoa! Hey! We want to finish this race. We got to make some kind of peace here. 这次突如其来的意外再次拖慢了威尔的进程，直到深夜他才抵达休息站。伯格没有想到这个菜鸟竟然还在坚持比赛，那不怀好意的眼神预示着他可能会对威尔下手。第二天黎明还在沉睡，但威尔已经醒来，他牢记叔叔的叮嘱，少睡一点，多跑一点，再笨的鸟也能率先飞到终点。不仅如此，他连生火做饭的时间都省了，仅靠母亲特制的水果蛋糕补充能量。金斯利捕捉到这一幕，便将威尔缩减睡眠，饮食从简，把节省时间当作制胜法宝的比赛方式搬上了报纸。而笨鸟先飞的威尔已经率先来到了第二个关卡，望着眼前结冰的湖面，威尔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只因父亲被河水吞没的画面不停在他脑海中循环播放，这难以抑制的恐惧感驱使威尔选择从岸边绕道而行，却也极大增加了路程。眼看天色渐暗，他还没能走出湖边的森林，疲惫不堪的他只好就地休息。但零下30度的低温极有可能让他命丧于此。格斯见此情形，和同伴们拖着威尔继续前行。夜幕降临，选手们陆续到达了休息站，有的选手冻僵了，只能靠人们将他扶下雪橇，而有的选手冻傻了，路过休息站却不入，结局很可能是死在野外。夜深人静，所有选手都已进入梦乡，威尔才被狗狗们带到了休息站。 Gus, I would have died if it wasn't for you. 金斯利隐约听见了什么，他循着声音的方向望去，发现了极度虚弱的威尔。金斯利连忙叫醒众人，火急火燎地跑去广场上施救。就这样，威尔幸运地活了下来。这个夜晚，他只睡了4个小时就再次启程。没曾想，竟然有一个选手在他前方，正是那位路过休息站而不入的冰岛选手。不过，对方已经倒在了雪地里。威尔走上前查看，发现这个冰岛人还活着，但却发着高烧。倘若自己不管不顾，对方恐怕难逃一死。这一刻，寒冷的天气未能冰封住威尔善良的内心，他把对手扶上自己的雪橇，接着盖上厚厚的毛毯，带着对手离开了这里，却不慎遗落了叔叔给的哨子。不久后，威尔来到铁轨旁边，把对手送上了观赛火车，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比赛。冰岛人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威尔救他的事迹，所有人无不为之肃然起敬。 Well, Angus, this boy cost you $1,000, but he did save your man's life. Boy has the heart of a bear.
You lost a lot of strength saving your man like that. He could have died out there himself, you know. I'll wager $5,000 he doesn't reach St. Paul. 威尔的善良征服了两大财阀，却没能征服安格斯的成见。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无论你做得再好，也很难撼动其分毫。另一边，威尔在休息时才发现自己的哨子不翼而飞了，这令他不禁心里一颤。他尝试指挥格斯起身，可无论他怎么呼喊，格斯完全不听他的指令。无计可施的威尔试着用嘴吹出父亲的调子，这熟悉的声音一响，狗狗们立刻就起身出发了。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持续了4天4夜，在记者们的极力宣扬下，威尔救人的善举登上了报纸的头条。一时间，他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而他那钢铁般的意志，也让他拥有了钢铁威尔的称号。这份荣誉跨越千里，被金斯利的助手带回了威尔的家乡。看到威尔的英雄事迹，母亲感到无比的欣慰，叔叔也难掩自豪的笑容。不仅如此，助手还给这家人准备了一个惊喜。但另一边，安格斯却想了一个奸计来阻止威尔。他对自己旗下的选手伯格说道 Can you catch him? You know I've personally wagered $10,000 my men would beat him. 10,000. Catch him. Stop him. And you might find yourself the beneficiary of a handsome sum. Half. 在利益的驱使下，心狠手辣的伯格决定对威尔下手。他一路疾驰，提前埋伏在了这片树林里。看到威尔出现后，伯格解开了恶犬的绳子。只见恶犬快速冲向格斯。当威尔嗅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做出有效的反应。这一刻，格斯身上绑着的缰绳成了束缚他还手的枷锁。在这场与恶犬的打斗中，格斯不幸受了重伤，伯格的奸计得逞，让年轻的威尔遭遇了开赛以来最大的困难。看着奄奄一息的格斯，威尔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恨不得马上去报仇雪恨。但格斯微弱的呜咽声将威尔拉回了理智中。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为格斯疗伤。于是，威尔拿出叔叔为他准备的草药，敷在了格斯的伤口上。听见格斯疼得嗷嗷直叫，威尔哽咽着安抚道 It's okay, Gus. 随后，威尔吹响了口哨，那熟悉的旋律减轻了格斯的疼痛感。来到休息站，威尔一脚踹开了餐厅大门，径直走到伯格面前，狠狠地给了对方一拳。You tried to kill my dog! 两人随即扭打在了一起。周围的选手见状，连忙上前将威尔拉开，但伯格没有善罢甘休，顺势将威尔提了起来。他左手掐住威尔的脖子，右手掏出一把匕首，威胁道：“如果你还敢不知死活，信不信我连你也杀了？”但伯格没有料到，威尔竟然掏出了一把手枪。一时间，伯格连大气都不敢出。在财阀的劝说下，威尔放下了可能毁掉他前途的手枪。出完这口恶气，威尔便返回帐篷里照顾格斯。然而，安格斯却不请自来。虽然他感谢威尔救了自己的冰岛选手，但是威尔很清楚，安格斯此行指定没安好心。果不其然，对方是想靠金钱的力量驱使威尔主动退出比赛。I am prepared to offer you a reward. $3,000. That's a lot of money, Mr. McTeague. Oh, it is, son. It is. How do I know you'll pay? When you say you are going to do it, I'll personally hand you $3,000. 虽然威尔有些心动，但他并没有答应，而是在凌晨时分收拾行头，准备继续比赛。自从被伯格偷袭后，他对这里的人都多了几分防备，哪怕是帮他补交参赛费的金斯利。You need more sleep than this. You ought to be happy, Mr. Kingsley. It'll give you another headline. You'd probably love to see me die, wouldn't you? Got my obituary written up already, I bet, huh? Nah, I wouldn't spend another minute with you no-good bunch of backstabbing liars. 就这样，威尔踏上雪橇又出发了。夜幕缓缓消退，朝阳徐徐升起。威尔此前遭遇的不愉快，接下来也将被温暖替代。当他途经一个小镇时，熟悉的国歌声骤然响起，村民们早已恭候多时，夹道欢迎威尔的到来。然而，威尔此刻却有些茫然，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是这场欢迎仪式的主角。直到村民将报纸递给他，他才发现自己成了钢铁的化身，更是成了美国人心中的英雄。看到这些，威尔意识到自己错怪了金斯利，但此时他既无法道歉，也不敢在此停留太久，唯有满怀谢意告别同胞，继续朝着目的地前行。 Well, Gus, you're saying we're heroes. We better start racing like heroes, huh? 这时，两个当地的小男孩追了上来，声称有一条捷径可以帮威尔节省大量时间。但没想到的是，他们所说的捷径竟是一条冰河，那可是威尔难以逾越的天堑。无奈之下，威尔只好绕道走3公里外的铁路桥。但是这个决定却让他们陷入了一场危机。当他们走到桥中间时，一辆火车从身后疾驰而来，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吓得他们赶忙向前逃离。好不容易快要跑到桥头，没想到格斯的狗绳卡在了铁轨上，眼看火车就快撞上来了，威尔总算把绳子弄了出来。他牵着格斯拼命奔跑，赶在最后1秒跑到了桥头。虽然躲过了一劫，但是刚才那2个男孩由于太过紧张，
居然把威尔的雪橇给摔坏了。威尔只好徒步走到休息站，所有人都被他狼狈不堪的模样惊得目瞪口呆。金斯利本想请他吃顿热饭，但威尔只想找个铁匠把雪橇修好。可他刚转身没走几步，就累得瘫坐在雪地上。金斯利走上前去，让这个无助的少年在寒风刺骨的黑夜里有了个温暖的依靠，并且帮他找了一家铁匠铺，老板帮他修理雪橇，老板娘为他处理冻疮。然而阴魂不散的安格斯又找了过来，他将退赛费提高到了5000美元，但这次威尔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I'm finishing this race no matter how sick I am. Son, I don't think you realize who I am. But I do, McTeague. 一直躲在屋里的金斯利忍不住出来警告安格斯离威尔远一点，否则就将曝光他的恶劣行径。就这样，安格斯被赶走了，威尔终于可以睡上一觉。他请求金斯利2小时后叫他起床，可当他醒后，却无法自行站起来。这么短的休息时间，根本无法消解他身体的疲惫。 That's it. I'm getting it dark. No. I just gotta get my blood going. Just help me. 金斯利劝他多睡一会儿，但威尔坚定地表示，这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比赛。为了家人，为了梦想，为了帮他开路的小孩，以及所有支持他的人，他无论如何也要拿到冠军。鉴于格斯重伤未愈，威尔打算将格斯留在休息站，这样他才能心无旁骛的比赛。然而，格斯那恳求的叫声，还有那不舍的眼神，让威尔只好带着格斯一起走。这人狗情深的画面，另一旁的金斯利深受感动。很快，威尔出发的消息就传到了安格斯的耳朵里，他连忙叫醒其他选手，扬言谁能追上威尔，谁就能得到1000美元的赏金。在金钱的诱惑下，所有选手争先恐后的动身。然而，他们对白昼赛场驾轻就熟，却在黑夜竞赛里举步维艰。反观威尔，早就适应了在月光的指引下疾驰，可缺少格斯的领航，威尔不得不推着雪橇奔跑，但这极大消耗了他的体力。渐渐的，他的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很难再保持原有的速度，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又一个对手从自己身边飞驰而过。这么多天辛苦积攒的优势，转眼间就化为了乌有，夺冠的希望随之一同消散。此时的威尔就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已经无力再坚持下去。而另一边，比赛的终点已经人山人海，威尔的家人也来到了这里。原来，金斯利特意嘱托助手将这一家人接到这里，共同见证威尔冲线的荣耀时刻。可威尔却还愣在原地。突然间，伯格追上来告诉他 There's only one chance left if you want to win. There's a shorter trail down there to St. Paul. It's the only way you get there before the others. Why didn't they go that way? You follow me, and you'll find out. Fight! Fight! 别无选择的威尔只能半信半疑地跟上去，可伯格口中的捷径竟是一条尚未完全冰封的河流，这又是威尔心中的梦魇，恐惧感也再次涌上心头。这时格斯突然跳下雪橇，回到了自己的领航位置，示意威尔征服恐惧。这一刻，威尔想起了叔叔说的那句话：当你直面恐惧时，让信念来指引你。 Damn you, River. I'll beat you. You took my father. 格斯的带伤上阵，叔叔的谆谆教诲，父亲的去世画面，给予了威尔背水一战的力量。一边是崎岖的山路，一边是流淌的冰河，再也挡不住威尔前进的决心。而伯格为了赢得比赛，正用鞭子抽打自己的雪橇犬，逼迫狗狗们不停狂奔。但这种残暴的行为，最终导致狗狗们不堪重负，停下来对伯格进行了报复性的撕咬。这就是肆意践踏生命的后果。当威尔看到这一幕时，内心的善良令他无法见死不救，于是用枪声吓走了恶犬。赛场的另一端，部分选手已经进入到了终点瞭望台的观测范围，领先的是一名挪威选手，这让母亲不禁有些失落。不过下一秒，观测员发现树林里突然冒出来一位选手，足足领先挪威选手800米。当黑板上写出钢铁威尔几个字时，母亲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现场的美国人已经沸腾了，纷纷用掌声迎接威尔。然而就在胜利触手可及时，威尔却突然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在了雪地上。现场的欢呼声瞬间荡然无存，人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威尔尝试着站起来，可身体就像被掏空了一般，几乎没有了一丝一毫的体力。母亲见状，心疼得恨不得冲上去。就在这时，叔叔吹响了父亲的曲调，在他的带动下，其他人也跟着吹了起来。一时间，凝固的氛围被口哨声打破。这熟悉的旋律令格斯热血沸腾，也重塑了威尔破碎的钢铁意志。看到其他选手就快追上来，格斯不顾重伤的身体，拼命拉动了雪橇。威尔也顺势站了起来，在人们的加油声中，与狗狗们一起向终点冲刺。然而，身后的对手越来越近，威尔也差点再次倒下，眼看快被对手超越。威尔咬紧牙关，将双脚再次放下雪橇，靠着坚定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驱动着自己艰难前行。
最终，威尔凭借一个身位的微弱优势，率先冲过了终点线，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征服了所有的对手。母亲赶紧将威尔拥入怀里，给虚弱的孩子久违的温暖。这一刻，所有的艰辛都化作了甜蜜的回报。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为我们呈现了一段震撼心灵的励志传奇。少年威尔在亲眼目睹父亲意外离世后，迷失了未来的方向，却通过一次狗拉雪橇比赛，完成了从少年到真正男子汉的蜕变。威尔这一路经历的磨难，宛如人生长河中的缩影。你怀揣着诗和远方，现实却阻碍你逐梦。你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但意外却突如其来。当有人给你帮助时，也会有人给你下绊。或许你没有别人聪明，也没有别人有经验，但你能靠笨鸟先飞的行动力，弥补先天不足的差距。威尔的故事证明，即使起点不高，也能够抵达成功的彼岸。前路漫漫，我们脚踩的是崎岖的道路，直面的是未知的旅途。每当站在十字路口时，若没有坚定的信念作为指引，又怎能冲破黑暗，去迎接苦尽甘来的一刻？看人生影视，品百味人生。我们下期再会。